来看看对岸的解放军，他们的动作真的很多，包括从今天开始一连3天，他们会在东海的海域发射火箭。那他们在海上也发布了航行警告。而前一阵子他们不是射了这个潜射弹道飞弹吗？全世界其实都在关注哦。我们看到美国前国防部的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就有讲说，这是中国它背后有一个盘算，叫做核武三角。在南海水下岸战他把它补齐了他认为中国大陆已经大幅提升了它的核武的能力那当然，我们看到科研船，中国大陆因为有一些科学研究的船也在四处啪啪造那这个叫做雪龙号，它行经美国的专属经济海域，而且跨越据说是白令海的延伸到北美的大陆棚那这个动作呢，美国认为美国认为说，这个可能有很多借着科研的目的故意去闯美国的经济海域所以你看到美中的竞逐在方方面面，其实都某种程度都是升高的。而另外呢，在我们邻近的国家，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这个任期的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抗中的基调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抗中之后呢，他还在军事上面或者国家安全上面也有一些跟以往不一样的一些做法，包括最近他打算要做一件事情，东南亚5国东南亚5海域的海图，日本说他们要去把它描绘出来那他们的发想是因为荷姆斯海峡现在不是有战争吗？那被封锁所以他们希望可以强推加强强韧东亚海上的交通线的多样化，就是担心万一发生什么样突发的状况他们有一个备用的一个像是这样子的海上的一个通道。那这个美军在冲绳部署2大神秘兵器跟日本一起在做第一岛链的防卫加强。那当然这是反制中国，非常非常的明显。日本计划派遣无人船监视中国船只，因为他们认为在海上、在空中，解放军的各种的船舰飞机他们认为有很多的这个动作，所以不生其扰，那干脆派无人船去监视对方的动作。高市早苗在刚刚上任的时候，他的人气、他的民调都非常的高，可是现在呢，出现了民调下滑的现象。死亡交叉都出现了，这是来自于朝日电视网它的这个最新发布的民调，它的内阁支持度跟上个月相比已经滑落了10.9个百分点，目前不到50%，是49.2%。无独有偶，每日新闻在昨天19号公布的民调也一样它的这个支持度也一样下滑了10个百分点，来到41%所以你可以看到所谓黄金交叉或死亡交叉，就是他第一次不支持度第一次超越了支持度，所以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刻。那再来看看印度最近兴起了一个叫做蟑螂人民党。听起来有点不舒服，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他们自己自动自发的来做一个叫做蟑螂运动，那要挺进国会抗议这也是莫迪第3个任期之内面临最大规模的民间挑战。这个运动透过 social media 吸引到数百万的民众支持同时也逐渐在现实中动员民众参与。我们刚刚提到的网络的串联，然后在现实的生活里头，他们也去做各种的抗议、各种的示威、各种的游行给政府压力。那另外我们看到全世界这个国家的军力排行，现在有个最新的是来自于美国的 WDMMA 最新全球的排名，中国的空军战力是第7名，那印度嘞？印度是第6名所以当然这个2国的网友也有一番的口水战，因为中国大陆会觉得他们比较强，那印度也说哇，我们只比中国领先1名那很快就会被赶过去了。来，请教亮哥。这个高市民调下滑，我觉得主要因素不是抗中是因为经济那个因为经济一直没有起色，你也可以看到日币嘛，已经贬162，你都已经很习惯了，对，超级，搞不好还会再贬，然后它的经济也没有起色，你看到日本前10大公司有4家是汽车公司，
那在中国大陆市场市占率在下跌，欧洲也在下跌啊，所以当然我觉得主要是经济啦。那年轻人躺平族越来越多嘛，啊，所以我觉得原本对高市有期待的年轻人，可能现在开始发现自己的生活出现困难。对啊，我倒不认为是跟中国的关系啦。不过我跟你讲啊，因为高市的党魁的任期到明年9月啊，所以你也不可能叫他下台，除非自民党发生内乱，比如说有某股力量要换党魁啦，那就可以提前发动改选。可是我觉得这个，除非麻生太郎跟小泉的爸爸啦2个人联手，否则的话，我觉得高市要做到明年9月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啊。因为现在就是自民党执政嘛，在野党其实完全不成气候，所以这个主要还是要自民党要内讧到一定程度了，然后大家觉得，是不是让那个帅哥来做啊？坦白讲，你也不要高估帅哥的能力了。这个经济啊，很难搞的。我坦白讲，高市早苗是很倒霉，他碰到伊朗战争，是，整个经济就是被伊朗战争害的了。对啊，就是油价暴涨嘛。那现在本来觉得好像已经进入谈判了，那现在川普又搞乱了啊，油价现在不是又涨嘛，对不对？是那我觉得像那个中国的，比如说什么东海的火箭啊，那个半径都只有3公里到5公里了，所以是近海的。那个其实我认为是它一般性的演练啊，这个倒没什么啊。不过那个潜射巨浪3，那个就是玩真的，因为洲际导弹啊带有核弹头，如果潜射完成，那美国就要忧虑了啊，因为中国大陆本来只演练了陆基嘛，还有空基嘛，从那个战斗，从那个远程轰炸机来射，那现在潜艇也可以射，那这个会改变美国对于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作战啊，中国的核报复能力了。我们讲2次打击，那坦白讲是做给美国看的啦，这个不跟台湾跟日本都没有关系，是要让美国想清楚了，就说你真的要介入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跟我 PK 吗？这个后果可能那个严重到超乎你的想象啊。那美国一般面对这种洲际的战略的威慑啊，我认为我们可能要等半年之后才会看出美国的作战评估啊。不过基本上就是中国大陆最近做了蛮多动作，都在秀肌肉了啊。比如说包括它的这个歼16开始装很多那个比较长程的飞弹，但故意让你拍到啊。所以你说再秀出什么船啊，好像它有什么新的装备啦啊。我觉得主因就是日本了，因为日本做的动作真的蛮多的。本来我觉得两岸在川普访中之后啊，应该是相安无事了，所以现在给人家感觉是日本会不会联动到台湾？那这个变数我觉得真的难以估计了，因为日本跟美国是有共同防御条约的啊。那我的感觉就是高市早苗是那种一路走到黑的个性，不顾一切向前冲。所以呢，那我们毕国总统也有这种个性，有吗？我觉得也是是兄妹吗？我觉得高市跟赖清德，他们的思考方式是蛮像的啦，就是都是先确定维新，就要确定你的敌人是谁，然后就决定要冲了啊。那台湾是没有这个能力啦，可是日本可以装备的各种能力，那项目可多了，那当然就引起了中国大陆相应的反应嘛。连俄罗斯都拉进来了。俄罗斯跟他不只做空中的巡航，最近又做海上的巡航啊。所以坦白说，这个第一岛链的整个战局的变动啊，
我觉得日本是主要的牵动者啊。那中日这个抗争啊，会不会联动到台湾啊？这就是我们忧虑的地方。是日本是主要的牵动者，可是是不是美国受益日本这么做的？也有人往这个方向来做一个讨论。可是日本是先动，那美国就是默许。对，有点这个味道。好，来请教张延廷将军。这个他们这个世界各国的这空军的战机的这种评比，因为美国有5军，美国陆海空3军加上海军陆战队，再加上太空军，这样来看，它应该不要，应该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总量嘛。美国的总量的它的各式的战机大概就是5000多架，要这样子。当然分布在这5军当中，那美国就包办前5名。我认为这种算法不是总量，而且分量来比，我认为怪怪的。我们一般来讲都是总量来比，是就跟我们今天要比名次，拿总成绩来比，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比较单纯的多？那印度说它排第6，紧追美国，我认为印度在这样有点夸张，因为印度的系统复杂，印度的战机有俄罗斯的苏海、苏山洞，也包括苏两拐，还包括米格29苏式系统，它有法国系统，比如说幻象战机、飙风战机，这是买的法国系统。它有美国系统，因为这个印度向美国买的运输机，也向美国买的直升机、攻击直升机还运输直升机也是美国的，它好复杂啊！还有自己做的光辉战机，所以印度它有面临3大困难。反而我认为它的空军的战力在去年2025年5月7号印巴空战被巴基斯坦修理5-0，巴基斯坦完胜，印度大败。那现在说他的空军好像战力很强，我认为他有3大困难，目前印度没办法克服。第一个，后勤补给保障能力的困难，因为这些俄制系统、法国系统、自制系统和美国系统不相容，你不能把俄国的这个苏海战机轮胎换到幻象，换到飙风战机，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没有办法把幻象战机的轮胎换到他自己的光辉战机也不可以，他都没办法，后勤根本没办法互通。那你后勤没有办法互通，会造成保障的困难。这个印度在这一方面没有考量到，我认为它的系统太复杂。第二个，武器不互通。今天俄制的武器不能挂在幻象，幻象还有飙风战机的比如说流星飞弹也不能挂在俄国上面。同样的，美国的这些所供应给印度的这个直升机还有运输机也没办法，都没办法通用了，武器没办法通用，那就造成它的战力发挥就变成了汉格不入，大家彼此没有办法交集。第3个困难，我认为频谱，每一个频谱都不一样，空中的这都是无线电通信 ，VHF 有 UHF 有极高频有超高频都不互通，你这怎么在空中做管制的地面管制的怎么去管制啊？很困难呢。那这个大家太复杂了，所以我认为印度的空军去年被巴基斯坦修理，我认为。有他的有他的一个原因呢。那他现在说他排名第6，这个完胜中国大陆，我认为他是一种精神胜利吧。有一点点自我安慰。所以去年被这个巴基斯坦大败之后5-0，印度还宣称大胜，还全国放假10天。我认为找出他这个心理的安慰。是，来刘老师。对，那么刚才呢，其实你看中国大陆跟这个美国的对抗其实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海权国家跟陆权国家的一个对抗。那这个较劲呢，从19世纪开始，整个国际政治格局大概就这样。那中国是陆权嘛，那美国代表着海权。那陆权国家现在要出海了，那美国怎么样去围堵中国呢？那当然印太联盟或者四边安全对号围堵。那中国怎么突围呢？一带一路之外就走北极嘛，走北极航线。北极航线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在新闻里面看到科研船，它叫这个雪龙号，它会怎么样往这个延伸北美大陆棚，对不对？它目标是北极。那中国它不是北极国家，那它为什么到北极呢？所以中国大陆就创个名词，我叫近北极。就是我靠近北极，那我靠近北极，我从北极走嘛，所以它北极航线现在已经通了嘛，也通了，直接从宁波这边到欧洲，所以这就是也解释了为什么川普说他一定要拿下格陵兰，因为格陵兰这部分就是航道嘛，你北方的航道除了你的稀土啦、矿产啦，这个太空的这个基地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航道，北极的航道。
那还有一个，你说像日本啊，日本呢，你会这个东南亚5个海域的海图啊，这点是很正常。这正常，为什么呢？因为荷姆斯海峡被封锁之后呢，就大家就很担心。那如果马六甲海峡也被封锁怎么办？那马六甲被封锁怎么办？于是就找替代道路，对不对？是每一个国家都在想啊，比如说像泰国就想说，哎，我们是不是克拉路桥呢？盖个路桥啊？马来西亚说，哎，可以走我这边的我东部铁路怎么样？就从巴生港这边出来，就是每个人都在找替代。那么其实，在海上有很多了。你说那几个小的海峡，那日本人就说好，那我来画一个海上的这海图给提供给你们，你们各个当地国家你们公布啊。所以我觉得，在他找这个备胎或找备用的路线，这是可以理解啊，也应该是这样的。但重要是后面的意图什么呢？叫我是亚洲的领导嘛。这就对应到高市早苗他的整个外交的一个企图性，他不只是你的对抗中国这是一个，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代表日本要在亚洲扮演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所以包括说帮亚洲做各种，他就 Power Asia 那个计划，帮亚洲国家做你的能源的转型啊，那拉着韩国一起说，哎，帮助跟亚洲国家提供多少的帮助你怎么样做碳的这个零排放啊，或怎么样能源转型啊，像这海运啊。这是一系列的日本政策，包括说他拉着菲律宾，他的武器外销等等，你把它这样的放在框架里面，你就晓得，哎，我今天帮你画这个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印度这个新闻呢，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看的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蟑螂人民党。这人民党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前几个月就印度一个官员就讲啊，说你这些没有工作的失业的人就跟蟑螂跟寄生虫一样，所以这些年轻人说好啊，那我就蟑螂啊，对不对？所以他是个迷因党。他是民进党的网络上整个串联越搞越多啊，所以他们很容易找到一些，比如说蟑螂啊，或者以前香港的雨伞啊，或者说以前泰国的3个指头啊等等。那它会不会造成马上威胁到政治呢？应该还不会。但是它的整个的氛围起来，其实可以让莫迪有点头大了。是。另外，我们来看看美军已经连续9天去轰炸伊朗了，所以战事有升高吗？我们先来看看，有一名美国大兵他在处理未爆弹的时候意外阵亡了，而美军是怎么攻击伊朗的呢？他击中了核电站。所以呢，德黑兰这边就放话了，我也会采取相对应的措施哦，包括你看到哦，这是这个原子委员会哦，他也把这个最新的这个攻击击中他们的核电站的这个现况哦，给他曝光出来，让大家看，并且放话说，如果你要搞这个，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会有后果的。这是伊朗警告美国，所以外界都在看这个战略啊，美攻伊的战略是不是升级了？包括前五角大厦的官员就说啊，空袭转向内陆哦，他们的目的是要孤立伊朗的沿海，他们往内陆的地方去攻击透过飞弹。透过轰炸机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希望可以这个让伊朗啊他们的国家领导层、国军的这个军事设施这些基础设施都会被这个攻击到无效。可是呢，我们看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战况谁损失比较多的时候，川普又放话了，他说伊朗已经被我打到趴到地上了，他们已经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军事能力了。这话非常熟悉，因为在美伊战争的初始的时候，川普讲过好多次啊，他说哇，伊朗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攻击还击的能力了。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到伊朗在昨天，他还不断的对约旦做一种回应的打击。包括您透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伊朗对位于约旦空军基地的战斗机掩体，还有大型的停机坪发动导弹跟无人机的打击。您看到黑暗一片这是空中在黑夜中，它摧毁至少2架美军的战斗机跟3架其他飞行器，并且严重的毁损了其他若干架的飞行器。也就是说，当川普说伊朗所有的打击能力都没有了，可是伊朗证明了它还是有很强大的导弹以及各种无人机的打击能力。那另外我们看到伊朗怎么说？他说：“为什么我可以精准的摧毁美军的空军基地以及掩体呢？那是因为约旦人给我情报
哦，所以我可以摧毁美军20几个机库，并且打死数十人。不过我们刚刚有看到，川普总统是说，目前他们的损失是3名美军，3个人。那这个伊朗是说10几个人。并且我们看到伊朗成功袭击了科威特苏比亚发电厂，还有海水淡化区，所以我必须说，这个地区在中东它的战事真的是升级了。备忘录现在已经完完全全被撕毁了。过去48个小时之内，美军损失了3架 MQ-9死神无人机，所以当然很多人还担心。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荷姆兹海峡，因为这也是美伊在做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的重点。那现在呢，说是美军唆使油轮闯海峡，结果被爆炸遭到爆炸。伊朗说这是侵略者，所以必须受到惩罚。我们看到很多油轮、很多货轮还是需要穿过这个荷姆兹海峡。所以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有智库这是伦敦的智库，他提供一个方法这个也蛮有创意的。他说可以借鉴2战之后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就是环波斯湾国家，总共8个国家就共享领土他们就象征性的跟过往的邮轮收取一点点微薄的费用，不是很高昂微薄的费用。那可以满足德黑兰对于强化控制权的要求，你也在里头呀。可是也可以让波斯湾沿岸8个国家在维持和平上拥有共同的利益。可是现在美国的态度不晓得美国会不会同意这样子的提案？来请教亮哥。那个欧洲智库那个就不用看了啦，异想天开吗？荷姆兹海峡沿岸的国家就只有伊朗、阿联酋跟阿曼，怎么可能包括其他国家？所以我这个叫做。读书人就是要写报告了，就这样，完全没有参考价值。这个很有创意啊！我跟你讲真正的问题是美国跟伊朗不让嘛，美国跟伊朗就互相不让，相持不下。就是你让伊朗拿点钱，然后有一点管理权的象征，美国就是不爽嘛，所以美国就透过联合国那个国际海事组织 IMO 提出建议航线嘛，就偏向阿联酋这个航道嘛，阿曼这边，然后那个伊朗就不爽嘛，说你们怎么可以走那边？你走那边我要炸你啊！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啊？你美国即便现在不断的轰炸伊朗，可是没有一个油轮敢出来啊，因为油轮没有防空装置油轮面积又大，很容易被炸到啊。那个油轮如果被炸到起火，谁要赔啊？而且如果是大型的油轮，那个造价都是2亿美元以上谁敢冒这种风险？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国能不能打赢伊朗在霍姆兹海峡的问题，而是你们能不能保障过往油轮的安全？这个没有人有把握。而且川普只要讲话，你就知道又在吹牛了。川普那个话如果可信，那这个战争早就结束了。他讲过好多次，伊朗几乎丧失所有的军事能力。我跟你讲，那个停战的时候，人家去评估，说伊朗的地下导弹的能力7成，还有7成，7成啊，不然为什么可以打到约旦？对呀，伊朗最近打到约旦，是啊，那已经很远了，很远啊，谁是后方？已经在以色列旁边了，对，在以色列附近，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局就是这样啊，就是美国当然打的点比较多了，伊朗回击的点比较少啊。可是只要你不能够摧毁地下导弹层，不能摧毁地下无人机，没解啊。那怎么办？就这样子僵持下去吗？不是啊，为什么他不跟人家好好谈呢？因为你既然没有办法让油轮可以得到安全保障，离开波斯湾，那你就要跟人家谈啊。他不愿意啊，他就直接告诉人家说：“我建议你走这个航道。”连我们长荣海运都被骗，长荣海运不是被打吗？他就是走那个航道。当然啦，我们都听美国的嘛，我们都乖宝宝，听美国的船，好几个国家都被打嘛。那美国又没有能力保障邮轮的进出的安全，所以这个不是你在霍普兹海峡有没有打赢伊朗的问题啊。你如果要确保伊朗不能够打邮轮，
那美国恐怕要大费周章啊。是，你要把霍姆兹海峡沿线的岛屿全部占领，搞不好还要打进去是。你美国要出多少兵啊？所以问题又回到了228那一天的原点。我们进一下广告。来请教将军怎么看美伊战争？我认为这个美伊战争，那个川普总统他的这方面的战果判断，我认为他犯了重大错误。他应该走专业，不是啊，这个伊朗完全几乎完全没有战力了，结果伊朗一直在泼肆还击。你这个不是闹笑话，你这个总统讲话结果是。这个完全是背道而驰，那就不好，会打乱美军的作战节奏。是他情报错误吗？对他战果情报错误，对大家可能听好话，一听好战报，这会打乱美军的作战节奏，反而不好。对美军来看不是好事情。因为很多事情军事的事情非同儿戏，死生之地非同小可，非常谨慎。兵凶战危就是这样，要非常谨慎。结果他好像一副，那他已经没有战力了，结果一直在泼肆还击。打哪里打哪里，叫做造成美军因为他们美军住在当地，我以为他们没有战力什么，结果这个出大，这个飞弹说到就到，无人机说炸就炸了，会变成这样。现在是变成轰炸报复，大家彼此轰炸对方的军事据点，炸互相。我认为现在美军面对的3大困境，到现在为止没办法改。第一个呢，战略目标不清，你到底要打伊朗的什么战略目标？要打核武还是军事基地还是港口？你是不是要打通荷姆斯海峡？看不出来他战略目标是什么？这是他困境呢。你今天做一个国家的元首或者3军的统帅，战略目标非常清楚，我就是要打通荷姆斯海峡，我就是要把这个伊朗的核设炸掉，就这么清楚嘛？夺掉，很清楚。我是美军，我是参谋总长，那我说你我知道了，总统你的意思我知道，我贯彻你的命令，就这么简单了。他没有。战略目标不清，这是犯了很严重的战略错误。第二个困境，战略能力有限。你今天要伊朗屈服，是不是？那你就要实施你的战略能力要展现出来啊！美军是全世界最大的军队嘛，那你的战略能力怎么没有拿出来？先战略摆开，战略展开出来，让给伊朗看了，我准备要动武了，要开始了。结果战略能力有限。你让伊朗这样子玩下去，伊朗不是更有底气？对，那你不是会帮助伊朗？是，那这个第3大困境就是说，战略作为不够，你要有战略作为来搭配啊。有没有地面战？没有。有没有派军舰进入荷姆斯海峡来打通荷姆斯海峡？我这边没有，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派一艘军舰进去。那你作为战略作为不足嘛？有没有进行夺岛战？没有啊，意思我是要夺岛，我要夺岛，夺岛战在哪里？夺岛战在什么地方？所以战略作为也不够。美军这个3大困境都可以解决的，但是到现在为止看不到解决的方针。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刘碧荣老师。对，其实这个。美国跟伊朗战争你会发现在现在泥淖之中那之中呢，你这样看到的就是，你打我打，你打你我打，我回应，然后像螺旋一样不断的升高。所以美国呢，其实很多战略学家就讲那到底这个战争是谁牵着谁走？谁牵谁走？比如说，伊朗呢，我今天打到这个海湾国家波斯湾，我把战争扩大，而美国说就跟着走，那美国能不能把战争的主动权什么时候可以把它抓回来呢？不然被人家牵着走，那如果今天这个新闻呢，就讲说，美国现在是不是改变战略？他本来走沿海的攻击，又搞到内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表示美国现在想要主动的引导一个战争的方向？有没有这个方向？这是我们要看的，要不然的话，永远你看到所有东西，你说这个荷姆斯海峡开不开放开不开战争怎么走怎么打，那都是伊朗说了算，对不对那么这是一个。那后来讲说这个约旦
约旦很倒霉了，美国很多基地后来摆在约旦，呢，所以伊朗呢恨透了，好，我打着约旦的美军的基地啊，各种设施。但是伊朗人讲了一句话，他说约旦的提供情报给我啊，那约旦会不会提供情报给美国呢？这是目前是伊朗讲，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资料。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另外是国际政治专家刘碧荣老师，大家好。另外是我们的张延廷将军。钱子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毒油这件事情已经上升到国安的议题跟国安的层次了。有人说这是政治斗争，不过我们来看看关于执政党民进党的一些民意代表，他的护航到底有没有道理？包括您看到这一位议员，他说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的致癌物啊，苯醛比这个事情啊，就在植物里头本来就有存在啊，是植物，是天然的，这是戴伟山说的。他接受这个也是他同党同志高嘉瑜的访问，突然讲出这句话来，那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因为啊，我们也去问了专家说苯醛比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它是在有机物加热或者燃烧时候产生的污染物这个都当然要厘清。当然我们看到为了执政党的各种的辩护，像是说你在大声什么，我没有逼你吃啊。也有人说，725上街头是如丧考妣，像这样子的一个言语出来，的确有反弹。还有包括谁说了什么话呢？林静怡他是我们卫福部的次长，他说其实不用吃鸡排啦，鸡排的这个毒性更高。所以蒋万安他要求，他提出最卑微的要求像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潘孟安面对记者的提问，也挥手把麦克风给推掉人民愤怒啊！民进党政府在处理过程中的态度，才是让人民非常不满跟愤怒的所在。那另外呢，像是王定宇、林俊宪执政党的立法委员也做了很多的图卡，在攻击地方政府，包括攻击台北市跟台中市。所以蒋万安登高一呼，他说应该要给基层公道，基层战战兢兢在努力，不可以作为你们政治上面攻防的牺牲品。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了8月份我们有一个演习，不过这一次的演习非常特别，有断网演习。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上网，有人时时刻刻都拿着手机在看。如果30分钟要断网，我们看到网络上好多人都在讨论说，这个断网演习是要演什么呢？Gemini 有人就问了他说这个欧洲跟日本的演习啊，只做后台推演，他们也会做断网的演习可是是后台的兵推，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其实不会影响到那飞弹打下来炸机房过网死了，连 WiFi 都没得连，所以我们这一次是测试行动网络降速大家注意是降速到你可能连不上网络，可是简讯可以，打电话也可以。也有人担心这是针对街头动员点穴战就是怕你走上街头，防止你街头抗议，是这样吗？所以你看到议论纷纷，对，这是8月份的8月13号，这是8月份，所以大家议论纷纷，我们都等待政府给我们进一步的调查。上网播出，这个我们也担心，因为有可能会造成很多的混乱。顾立雄是这样讲，我们的国防部部长他说是考验国军的直管备援。那立法院立法委员也针对这件事情有质询，我们来听听看。这一次没有固网，那你下一次是不是就会演习固网被断的状况？我想，国防部就是负责我们军方的演习的部分。那至于其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部分，当然如果涉及到行动网络降速有 NCC， 那全社会防卫韧性有内政部。为什么你都讲的好像跟你都无关的样子？我觉得好奇怪哦。跟我们无关，怎么好像都是别人的事，跟你都没关系？至于全社会城镇韧性的这个防空演习要怎么样的进行演练的规划？这要由行政院跨部会来做协调。跨部会你就是很重要的单位啊，我都讲的都跟你没关系。
好，讲到网络主管机关恐怕是 NCC， 不过我们的 NCC 因为委员现在不足额，所以好久没有开会了。范云就说，现在只剩下3名啊，所以都是在野党、反对党无差别的杯葛人士，所以没有办法补足人相关的工作，也就是未来的断网演练啊，各个方方面面这些工作可能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进行。可是我们再来看看对岸啊，其实动作很大，当然我们要非常警惕，我们要非常小心，做断网的演练，可能也跟对岸的相关的这个企图也有关联嘛。那美国的参议员有示警，中国恐怕在2028年经济封锁台海。顾立雄说不用担心，我们国军都有因应的方案希望真的是这样那072A 的坦克登陆舰，这是老共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登陆舰，我们也要很小心因为你可以看到呢，它的内部画面在对岸有披露出来。包括它有什么呢？透过我们的画面，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这个解放军海军2栖作战的主力装备之一通过这个包括装卸很快的，还有舰载双37毫米的这个炮这个可以做自卫作战兼顾补给还有搜救等等的任务那我们来问问看亮哥怎么看？从国内的食安议题已经上升到国安议题，在接下来断网的演习，之前我看到其他国家好像很少做这样的演习。食安议题是这样啦，你如果去转移焦点、就责到地方政府，这个是政治面，我们可以理解。可是有关专业知识，你不要瞎掰嘛。专业知识就是科学，就告诉你一切嘛。我看到戴伟山讲的话，我真的吓一跳啊。他的意思就是，大豆本身就有苯醛比，开什么玩笑啊？大家都知道是在自由的过程，因为高温嘛，那因为巴西的大豆含水量比较多，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产生了致癌物质。你现在说大豆就有他说植物界本来就有，他好像是这样讲。我跟你讲，我也去查了啦，我去查了好几个版本，是，我查到的答案都跟你们一样。说这个绝对不是天然就有，是制造的过程形成的，而且是高温。然后营进也一样啊，鼓励大家不要吃鸡排，那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卫福部次长你鼓励大家不要吃，那到底要不要买啊？这个业者应该要抗议一下。本来就是啊，人家是在说致癌过程，然后跑到油里面去，这个东西因为含量超过2 ppm 嘛，那这个是有欧盟国家作为标准。是，那鸡排你告诉我一个标准好不好？什么样的鸡排不要吃，什么样的烤肉不要吃，你定个规则嘛，不然坦白讲就是在瞎掰啦，就转移焦点我觉得坦白讲，我们以前还没看过这样的官员呢，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还有民意代表是大伟山，我觉得你也不要这样啦。大伟山以前在台大也当过学生会会长，他是台大政治系的。是啊，你有你的专长嘛，可是你不要扯到这种专业知识的部分。我看高嘉瑜到现在脸都绿了不知道怎么办那另外我们这个城镇韧性的演练你说逼真到什么程度？坦白讲，你上次用全联那个来当做那个货物的批发分配，那就已经非常不逼真的了。那个真的有这个城镇站，你还可以用便利商店来发放物资啊！你这根本就是做梦啊，不现实啊！到时候我跟你讲，就是断水、断电、断网。所以你说，我选择网络来逼真演练一下，半个小时，我不知道这是谁的 idea 我估计不是顾立雄啦，搞不好是刘世芳啊。刘世芳不，因为内政部内政部主导嘛。你怎么会有这种 idea 呢？那为什么不断水断电一下？对，这个也是废人一猜这个有点不，因为你如果断电是，那全联就不能用嘛。其实断电网络可以用，网络可以用，对。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设想到网络啦，这个真的蛮奇怪的啦那幸好你选的日子是8月你如果你扯到725，那事情就大条了。我跟你讲
就觉得我这个政府就是麻烦在这里了，就是他想到的啊，往往逻辑又不周到，很容易被质疑啦。本来承认任性就非常难以演练了，是啊。我坦白说，台湾如果要打承认战，你就是准备要变成废墟一样，是，到处都要有大量的废墟，有大量的人战死。你看乌克兰嘛，乌克兰还不是最严重的，你更严重，你可以就看叙利亚，那整个城被打成什么样子啊？你还在奢望会有网络？我跟你讲，不要讲网络了，连水电都有问题啊。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了，就是你好像说，哎呀，我们一定会碰到。我真的没有看过中国大陆的作战计划里面有城镇战，这是美国教你的，叫你赶快去学乌克兰。所以我们这边就从乌克兰 copy 了很多东西。乌克兰的面积是台湾的60倍，是。不过这各种演习啊，我们相信是必要的。只是这一次前所未有的断网演习2次，一次是在台中8月13号，一次8月15号是在北部，包括双北。前子我跟你讲，如果是要逼近前阵韧性作战，那未来项目只能一直加了。是，就慢慢往上叠加。各种难度，当然是啊。不过这一次的演习是30分钟断网，你没有办法连接网络，可是你可以打电话，你也可以传简讯，30分钟会不会造成大混乱？我们也担心，因为我们是电视台，我们有很多的新闻是要靠网络来传输的。先请教将军怎么看这个断网的演练，还有对岸有一个登陆的所谓的登陆舰。我认为断网演练要考量到它的实用性，因为有时候打仗的时候。我们这时候会不会断网？我们尽量能够恢复网，能够保持网络畅通。如果你没有直管通勤，那你这个仗不要打，完全没办法指挥。就是要靠要保持网络上的畅通性啊。那你的备援计划有没有？还有你的固网计划有没有？这个比较重要啊，而不是你要去断网。我们看看立刻怎么样去衔接，尤其是包括电力，你怎么样恢复电力重要？不是我就没电了。那你要怎么去恢复？想办法，不是没电了就放那边啊，也不是网络断了就断了。我们可不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来恢复网络畅通？你这个通信网络只管通勤，没有只管通勤，这仗不要打，根本不知道情报怎么传递，战情怎么传达，都是问题。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独邮独台事件独邮独台事件，我认为这个政务官，我们民主政治讲了，要负责任嘛，该下台就下台啊。我认为不要尸位素餐。以前民进党怎么要求国民党为油的事件、为健康的事件要求下台？那你就要比照，你也要做到啊。要求别人很严苛，你为什么要求自己就一直在那么袒护呢？我认为官员该下台就下台，不要尸位素餐。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这很清楚的。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尸位素餐，赖着不走？为什么？因为这是人民的健康这是高级致癌物大家都吃到了，我也吃到了，是不是？那为什么没有人下台呢？都赖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不负这个责任？有这个权利，但是却不愿意负这个责任，我这个问题就大了。今天是民主政治，要求该政务官该下台就下台。我认为不要再赖了，不要再尸位素餐。我认为这个民愤很高，这个愤怒，那为什么赶快？我认为该下台就下台了，不要再继续待在那边。我们现在另外看 NCC。NCC 的这个结构，我认为应该是按照政党比例，结果全部都是民进党，结果他们 NCC 就把中天关台了。那一中天关台结果 NCC 连续26次败诉，那中天胜诉26次中天有没有还给中天公道 ？NCC 有没有还给中天公道？民进党有没有还给中天公道？没有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怎么可以？这个变成这个媒体垄断、操纵媒体，媒体是第四权赶快还给人民才对不要政府在操控。媒体就是要监控、监督政府，这是西方民主国家，媒体就是第四权，这是非常清楚，这是天经地义。现在媒体怎么去监督在野党呢？在野党又没有一官半职，是对，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认为是不是要依照里面的组织结构，按照政党比例原则，然后赶快还给中天电视台公道。
我认为这才是正本清源之策。来请教刘碧荣老师怎么看哦？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国内的食安问题，好，还有刚才说到的断网的演练。对，那其实呢，刚刚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这个新闻呢，就背后其实我觉得感到很有忧心哈。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态度、担当、信任啊。那呢，态度上来讲，你看到不管政府官员，一到选举年，没有人要担责任了哈。你碰到很多事情就推啊。刚刚两位都讲了很多哈，你包括我们的官员讲不要吃鸡排啊什么，你态度是问题。那你有这个态度，碰到事情就推，然后就把它政治化。这解决问题很简单，让你把它政治化，然后你把它推到各种又没有担当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信任问题哈。你看这个你的断网的这个演练啊，那么刚刚郑亮兄也讲了，就是到底贴不贴近事实，或者贴不贴近现实啊？这个有没有用啊？有没有用是一回事，可是为什么你看到这个网络上在讨论？就是你觉得没有用，他说这个有人讲说是不是针对街头动员的点穴战啊？对，那基本上呢，你去看看各国的一般来讲，或者说政府用威权的这种方法，就是如果这边有示威，那这有示威有抗议，政府会用什么方法呢？就是这一个地区就断网。断网，然后你们这些人就没办法串联嘛。你看现在不管上街头啊、抗议啊，这些人都串联，是吧？哈，串联，那就可能只要有群众走上街头，政府就说怕这些失控啊，这一区马上就断网。断网，那你说今天政府他这个演习，他有没有这个意图呢？政府当然说没有啊，我们是准备真正的作战的时候状况。可是第一个，你跟作战的实际状况你又差得太远，对不对？然后第二呢？那为什么老百姓会怀疑你是不是演练这点穴战呢？那就是我刚刚讲的信任嘛。那这样的这个信任问题，这是今天我们这种政治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到选举的时候，其实不到选举的时候也是这样，你放在很多官员呢睁眼说瞎话，这样瞎话，所以他讲的我们相不相信，其实是打问号。就好像这个美国参议员事件说，中国大陆呢可能2028年经济封锁台湾啊，然后有各种方法封锁台湾，然后顾立雄说我们都有因应方案。那我们都有因应方案，那相不相信？老百姓相不相信？可能政府真的有，但是我告诉你，一定很多人不相信，对吧？哈，那很多人不相信，于是政府就要去想，为什么你讲有解决方案，我们不相信？因为你每次讲的东西是空话嘛，或者你讲的东西，其实政治人物呢，因为我特别花了时间去研究政治人物的讲话，其实在很多西方学者也研究，比如说像以前就是马上下台的那么英国首相 Starmer。那施凯尔讲话，每一次讲话也是很多漂亮的文字堆砌哈，堆砌了以后呢，那么英国的一些评论就讲说，但是首相讲什么，大家都没有认真听。那为什么首相讲什么没有认真听呢？因为你讲的根本不会兑现嘛，你不会兑现，我听有什么用，对不对啊？你今天讲，明天想要理由圆回来，不会兑现。那如果这事情发生在国外，发生在我们这边，是不是也是？就是你讲的时候，如果没有信任，然后政府每天讲得很嗨，你官员讲得很嗨，我们在下面一点都不相信你，那你说这个国家还怎么 run 呢？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我觉得是我们社会、我们政府最大的一个问题。